赛场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底盘，其中最常见的底盘就是如汽车般平行排列的底盘。今天我们要来说明如何撰写这些差速控制的底盘。正式撰写程式码之前，先进行专案的建立。打开 WPI-LIB 的 VS Code， 通常在 WPI-LIB 的光碟档会一起被安装。开启后，按 Ctrl+Shift+P 进行指令搜寻，找到 WPI-LIB Create a New Project 之后，会进到设定页面。首先，我们将资料夹放置的位置以及专案名称取好之后，我们可以选择 Select Project Type， 范例使用 Type Robot 撰写，因此这边选择 Template Java， 然后选择 Type Robot。之后确定设定无误后，即可按起 Generate Project。由于我们要撰写来自不同经销商的控制器，因此我们需要下载其函式库。在 Google 中打上 WPI-LIB Vendor Library， 可以找到一个网站。在这个网站下方会显示 FRC 所有函式库的下载网址。这里我们选择 CTRE 做举例，复制网址，回到 VS Code 按下 Ctrl+Shift+P 进行指令搜寻，搜寻 Vendor Library， 并选择 Install New Library Online 的选项，贴上刚刚复制的网址。此时弹出视窗的 Build 请求可以按确定，之后函式库的安装就完成了。正式撰写程式前，先说明在 robot.java 里面不同部分所代表的意思。robot.java 的频率为5毫秒一个频率，因此每5毫秒会扫描一次。在程式中可以看到有一个 periodic 的标签，它就会不断呼叫这里面的程式，而前面所代表的副标签就是这个机器所在的状态。Robot 表示这个机器开机时就会持续运行，而 Test TLOP Disable 的模式则代表在各状态下会执行的程式。TLOP 比较重点是手动模式下会执行的程式。以下我们引入必要的函式库，有马达的函式库以及遥感控制的函式库。这边我们将马达控制器及 joystick 进行初始化。首先宣告变数的名称，然后进行马达和 joystick 的赋值宣告。之后我将马达用 Motor Group 合起来，这样方便后续的操作。由于我之后想要免除一颗一颗命名马达的麻烦，因此我直接使用 Differential Drive 进行马达的驱动，可以直接将2个值赋值进入 Differential Drive， 同时里面也可以使用 Tank Drive 或者是 Arcade Drive 2种不同的操作方式。另外，由于左马达及右马达的旋转方向不一样，因此我们需要将左马达进行 Inverted，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左右是反向旋转的状况。最后，我们借由 Get Row Axis 得到 Joystick 的遥感坐标，我们就可以将值进入真实的系统进行运作。下一部影片我们将会讲解如何使用 Constant 跟 Robot Map， 减少变数宣告上的麻烦，并且使用 Command Robot 撰写 KOP 底盘的程式。